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这我们向特别来宾高嘉瑜委员、张启凯委员、陈凤馨小姐、赖士葆委员、谢龙介委员、洪汉廷议员。来，我们看泽伦斯基现在又要去白宫了啊！在我们明天清晨有没有时差嘛？哈，那说单挑川普哦，那川普请他去了哈？为什么？因为川普已经跟这个跟那个普丁见了面，双普会嘛。白宫宣布，本来欧洲6个国家领袖啊，什么英美英法什么欧盟的都要去，要打群架。川普呢最喜欢就单挑，哦，川普最讨厌打群架。你自己想想看，比如我们现在6个国，我一个人，本来如果一个人的话，我跟陈飞2个辩，你一句我一句啊，你们6个人讲完我才轮到我讲啊。那川普就不喜欢这样啊，川普喜欢就是说我一个人杀你。但是其他6个欧盟，你说担心说泽伦斯基会不会被川普霸凌啊？上次被骂的臭头啊，那个代表团家把他赶走啊，提前走，所以又担心这样啊，所以呢要一起去。但是呢，我本来以为要一起谈了，我想川普怎么会同意呢？果然白宫宣布了，美乌先谈，2个人先单独谈，谈完以后欧洲领袖再加入，哦，所以他还是要先跟泽伦斯基谈。你们都是配角，他才是主角啊，对不对？你们来搅和什么？所以我先跟这个泽伦斯基谈，我把跟普丁谈完以后，他要求的跟你接不接受？你说哦，那普丁提的停火条件就是好，我要用小土地跟你换大土地，以小换大哦，而且呢，这个基本上哈，那克里米亚哦，这个要放弃。本来克里米亚就是当时俄罗斯占领的，而且当时俄罗斯是进兵1天，克里米亚就沦陷了，乌克兰也没抗议，其他这些国家也没讲话。克里米亚本来就是苏联的，送给乌克兰，那时候关系很好，现在要回来。那时候是整个苏联内部的。哎，所以呢，他当时苏联嘛哈，那所以呢要放弃克里米亚，而且你不能加入北约，哦，当时就是为了你要加北约我才打你啊，你现在还要加。就是原因没消灭啊，所以你要讲不可以加入北约啊。那所以呢，《华尔街日报》说，哦，这样的话，乌克兰要不然就是割地啊，要不然就变成俄罗斯的附庸啊，俄罗斯保护他，他成为俄罗斯的保护国啊。哦，那这个川普哦说呢，没有什么好的选项给他嘛，所以泽伦斯基有一点两难了。你接受，你这个怎么办呢？割地赔款，等于是这样。你不接受，那你继续打吧。你打得赢吗？美国也不资助你了哦，那欧洲你们急，你们给他钱啊，哦，所以呢，国内地位可能会影响到，因为他要是选举啊，到时候你这个割地承认失败，你还要继续选吗？哦，那泽伦斯基跟川普见面，说要有目前前线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哦，所以换句话说呢，就是说现在就是在这样，那已经占领就占领了，哦，那马克宏说呢，要当面询问川普对乌克兰安全保障的程度。哦，那川普心里想啊，我离他那么远，还隔个大西洋，你们欧洲这些国家就在他旁边，你们问我，你们不会保护啊，你们不会出钱啊，你们不会派兵啊，你们怎么问我呢？你们是没有能力啊，还要我出面啊，哦，所以呢，马克宏如果说我被川普当场打脸了，你相不相信？以川普爱好辩，这些欧洲国家领袖都会被川普打脸的啦。你们要帮的，你们出钱啊，我武器卖给你啊，你们派兵啊，怎么都叫我呢？哦，乌克兰如果沦陷了以后，你们比较麻烦啊，是你们的，怎么是我呢？哦，那美国特使跟川普都说谈得很好，因为呢说这个普丁呢同意这个类北约。什么叫类北约呢？就你不参加北约。但是如果说俄罗斯现在打乌克兰的话，北约可以护航来保护乌克兰。那俄罗斯为什么愿意呢？第一个，你不要过来啊，你势力不要到乌克兰去东扩啊，你在那边停止，那我也不会打他嘛。你想，俄罗斯打一个乌克兰，打到现在打了3年，也不会打成这样。所以对普丁来说，我可能也没有打你啊，所以没关系啊，对不对？如果我打他，你们再来保护他们，那我没有打他。那至少他不能加入你们啊，不能加入你们变成来威胁我啊！我们看一下。赴美见川普之前，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先飞到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It's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are with us and that we speak to America and we speak together. 这趟陪泽伦斯基要去白宫的阵容非常的庞大，包括北约秘书长吕特、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英国首相施凯尔、法国总统马克宏、德国总理梅尔茨，再加上意大利、芬兰、瑞典的领袖，几乎等于欧洲全家桶都来了。You don't have the cards right now. 毕竟上次泽伦斯基自己去白宫见川普吃了惨痛教训，这次他面临割地换和平的抉择。L'Europe doit être à la table pour discuter d'elle-même et de son avenir. 更重要的是，双普会中，普京到底同意美国给乌克兰怎样的安全保障？白宫透露更多细节。We got to an agreemen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European nations could effectively offer Article 5-like language to cover a security guarantee. 不给加入北约，但给类似北约的第5条款。那未来俄国再入侵乌克兰，西方会履行承诺义务，对俄罗斯宣战吗？虽然国务卿卢比欧赶紧灭火说没这么快达成协议，但川普正在兴头上。他在社群媒体 po 文写：从没有这么多欧洲领袖结伴来白宫，这是我的荣幸。龙介兄，安那看？很悲哀啊！乌克兰泽连斯基是货主。那现在普丁是一个买家，川普变成卖方，货主哦不能主张我的货品要卖多少钱，然后这个货要怎么卖，他都不在局里面，等买家跟卖家都谈好了才叫我去说，那你要怎么谈？3年多下来啊，所以我们不断的从俄乌战争里面去看到台湾将来会不会陷入这个困境。那一个川普上来，各位可以从他的关税政策啊，等于是一个川普打遍全天下。那他有他的政治手段、政治操作，包括你刚刚讲的说类北约，类北约这个很空洞。到底普丁要的就是说，你不参加北约，最重要，普丁满足普丁的就是说，你只要不参加北约，北约就不能把他的飞弹部署到乌克兰的基地，那我就不会面临到30分钟就会被导弹攻击的这个危机。那在整个从容应变的过程，作战战略里面，俄罗斯就会拥有一部分的优势。那俄罗斯也不会因为我要来攻击你，所以他这个刚刚凤信不是谈了吗？说我不打你，就是换取一个空间；我不打你，那你北约来协防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没有。所以这个所谓的类北约，这个是很荒谬的，就是说几乎就是全卖了。乌克兰就已经全卖了，那现在乌克兰跑的跑，走的走。假如泽伦斯基现在1000万难民，对，现在还在思考他的政治后路，实在是太没有道德了。因为你现在一个有为的，如果你真的是为乌克兰人着想，你不要看哦，你这个类北约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乌东4州，川普跟普丁大家都没有谈到这4州，这4州有的是已经经过公投，而且俄罗斯已经承认了，这个不在我们谈判的过程。那现在拍板的就是克里米亚，这里已经定案了。那整个下来，坦白讲，泽连斯基讲就是以现在的钱，那就表示乌东4州也没了嘛。那这边也没了。再来，普丁有提到，你川普要稀土，要矿产，我嘛有啊。如果乌东四州是归属俄罗斯的话，我家嘛有啊，他也有啊。所以等于。我们就看到台湾了。假如中美之中也谈好了，那你尽量掏空啊，不够了我还能补你啊。就是乌克兰，你把你的稀土，美国你尽量拿多少算多少，不够的我这边还有啊，我都可以满足你啊。但是把这个俄乌战争画下一个句点，谁得利，谁最惨。那换到来看美中台。我们担心的事情也是这样啊，从关税的谈判到从束手无策到目睭金金人上中顾灾人，然后企业整个引颈期盼。我想大家最近有下乡的都知道，企业最心痛的就他告诉你是暂时的，我操嘛！
那川普的战时不是你20就会往下掉川普的战时，如果你认定是战时，那20可能会回到25所以这个就是说，看到也许世界各国很多国家都面临这种相同的问题，但你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的政府坦白讲，让经济选民极度失望。凤馨，这里面呢，很多人都想要问说，是川普赢家还是普丁赢家？坦白说，我认为只要有战争，不会有赢家，但是绝对会有输家，而最大的输家当然是乌克兰。我上礼拜就说，这一次的会面一定是像是当初越战的巴黎和会，我想赵先应该感受很深刻，它恰恰就是一个巴黎和会。这里面呢，川普跟普丁上桌了，双方切蛋糕，这个蛋糕呢就是乌克兰，看看怎么切，然后大家去拿到我这一块，你拿到那一块，剩下来的血就由乌克兰来决定，你到底这个血你要吞下多少。这就是现在的情况。当然，我并不觉得俄罗斯有赢，因为他战争打得并不好。可是他至少在发动战争的时候，他所要的都达到了。比如说，他说他要乌克兰不可以加入北约，白纸黑字的那一个保证的安全条款，他不可以让乌克兰答应。然后就像谢龙介所说的，他不可以让北约的军事部署放在他的最前线。那他现在达到了。至少川普已经答应了普丁了。第二个部分就是要国际承认克里米亚。现在没有人去讨论克里米亚是不是还要回归给乌克兰，已经没有人在谈这句话了。接下来的是乌东的4个州，那么普丁这边狮子大开口，他要整个顿巴斯地区，整个顿巴斯地区是卢甘斯克加顿内茨克，他的顿内茨克还有25%是掌握在乌克兰手上的，这里面加起来的面积大概是6600平方公里，是由乌克兰掌控的。然后俄罗斯这边开口说，你这6600平方公里通通归我，然后呢，我把那个北边的苏美啦、哈尔科夫啦，反正这个我要去防卫它也很困难的440个平方公里全部交给你乌克兰，440平方公里换6600平方公里，其实重点不是那个土地面积大小，而是你想顿巴斯地区到现在乌克兰守了3年还可以守得下来的，当初的军事防御能力做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所以俄罗斯一直打不下来，就现在俄罗斯是我在战场上打不下来的，我在外交谈判桌上面我还要吃下来。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处境。然后呢，另外还多2个州，一个是科尔松，一个是扎波罗热，现状，然后停火。所以乌克兰当初所想要坚持的，通通失去了；俄罗斯当初想要的，通通都达到了。而美国现在即将要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这件话其实并不是说他们宣布，还没有宣布啊。可是你要注意，川普自己就公开的说，美国跟俄罗斯今年的贸易往来已经增加了2成，还在制裁当中，他很得意，贸易往来已经增加了2成。我想在这里面，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严重的教训。如果今天想要当别人的代理者，当别人的棋子，被抛弃是必然的局面。当年的南越是如此，之后的阿富汗美国所扶植的政府是如此，今天的乌克兰也是同样如此。我不希望台湾变成这个途径。可是川普说了一句最重要的话，他在整个会议结束了之后呢，他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俄罗斯是非常强大的国家，而乌克兰不是。在川普心目中，非常强大的国家才有资格跟他面对面坐下来谈判。可是如果你不是非常强大的国家，避战才是你自保的一个最重要的途径。你想想看啊，俄罗斯到现在还有差不多6000个核子弹头，跟美国差不多。乌克兰有几颗？全部销毁掉了。好，我们看这个1:15，就是18号的下午1:15，川普单独跟泽伦斯基会面。然后经过1个钟头又45分钟以后，3点下午才跟欧洲领袖会面。所以我们要来，你们都来，但是不能在一起，分开，分而谈之啊。欧洲去了哪些人？法国总统马克宏、英国首相施凯尔、德国总理梅尔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芬兰总统斯塔布，再加上欧盟主席范德兰、北约秘书长吕特，等于精锐尽出。你看好了，川普大概只有2招了。一个就是你们讲吧，讲完好了就好了嘛，讲过了对不对？好，我记住了。一个就当场痛杀你们，
哦，不知道川普会用采取什么方式了。赵先，我可不可以补充一下？这几位欧洲的领袖，他们彼此的态度也不是一致的哦。然后呢，泽伦斯基说怕被霸凌，所以他们欧洲7巨头要来，所以卢比欧就说你们愚蠢啊，这讲些什么？霸凌什么？泽伦斯基那么大个人会被我们霸凌吗？那另外呢说普丁有意请大陆当安保的担保国，那这个不知道真的假的哈。那另外呢说这个波顿是说。川普一直想得诺贝尔和平奖，为什么？因为奥巴马得过，所以既然奥巴马能得，为什么川普不能得？很多战争你们引起的，怎么是我呢？我是和平啊，印巴也是我调节的，以哈我要去调节啊，俄乌也是我调节啊，我还不够资格拿诺贝尔和平奖吗？最后再回来。好，那么总统泰说他们明年要举债，要破兆，所以因为呢总预算要举债3400亿，还有什么韧性啦、风灾啦、军购的特别预算啦，那简单讲要3%以上啊，所以呢可能钱不够。学者说这是恶性循环了，你还有能力打仗吗？你还真的能打仗吗？那所以呢我们看这个举债非常多特别预算就要变600亿然后呢，这个税出3兆，税入2.7兆，就差3000亿。韧性特别预算5900亿，然后呢，军购要编6到7千亿啊，军购奇怪了，美国现在还欠我们6千亿啊，200亿6000亿的军购还没给我们，钱都付了不给我们，奇怪了，说台湾很重要，台海很紧张，随时爆发战争，那武器为什么不给我们呢？然后还在买然后呢，这个另外呢说军公教加不加薪，8月20号才能拍板。所以因为普发的现金，所以现在有变数，钱不够了那另外呢，赖士宝也问了，说你这是政治操作了等等我们再请赖士宝讲。吴思瑶说，再也不要说因为国防预算排挤社福，他已经知道了，国防预算那么多，就这么多钱国防预算变得多，那其他社会福利钱就不够了所以呢，这个李同豪得当过立委。他说呢，这是恶性循环，这样你真的有能力打仗吗？军购还要扩大举债，我们看一下。泰这周将拍板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上周用会传出2种版本，军公教加薪3%或不加薪。传出因为要普发现金，让卓院长认为财政负担沉重，增添变数，引起蓝委痛批，根本是拿军公教加薪绑架普发现金，提出更多的钱坑肉桶法案来掏空中央的财政，所以这个一正一反编列来年的预算。破纪录的需要来举更多的债，不要还没有看到预算书，先做一些不必要的批评。院长，我们想刘慧薇压缩到军公教加薪。不过细数明年总预算受新版财划法影响，举债额度上看3400亿元。如果再加上600亿风灾、1256亿的韧性特别预算，以及上看7000亿的军购预算，内阁恐将面临1兆的高额举债，就让在野忧心国防预算恐有排挤效应，冲击社福等等预算。其实国防预算支出就已经达到2.4%左右。那如果要提高到3%的话，那又要增加那个好几千亿的支出，看起来势必会排挤到其他的，包含这个社福支出啦，或基金发展支出。行政院目前好像还没有一个很具体的轮廓。关税看在如今有预算，着内阁恐步履维艰。志宝兄。现在整个数字并没有完全出来了，总预算规模是多少不知道那这个军购大家一直在关心的军购特别预算，他这里提到的说是7000亿，这个也不知道，这个并没有确定这个没有确定。可是我们的国防经费会增加到7000亿，这个大概确定，因为顾立雄已经讲了嘛赖清德配合美国怎么样？我们是占 GDP 的3%，好，那3%，我们的 GDP 大概差不多是8000亿嘛美金，那你算一下，大概26兆左右，25兆、26兆，所以乘以3%，大概7000多亿。所以我们的国防预算是7000多亿。那7000多亿是什么概念？今年的话是6000亿，所以就增加1000多亿。那1000多亿怎么来的？你饼没有变大饼差不多就3兆左右。整个饼没有，那势必其他的不排挤，其他的一定排挤嘛？怎么不会排挤呢？所以吴思瑶讲什么我是听不了你这很清楚的，因为斩钉截铁也顾立雄讲说，国防预算占3%，
占3%就是增加1000多亿，增加1000多亿势必从别的地方来嘛。那现在第一名的是社福，这是弱势的啦，帮助这个帮助那个的啦，老的小的这个社福这一部分来讲势必被吃掉，所以很清楚的有排挤的效果在那里哈。那么另外一点我要提到的东西是，现在好了，他又一个很大的题目说军公教要加薪，哇，这大家当然是好啊，你可以看看这个我们政府也不断的吹嘘哦。今年的 GDP 会成长多少？4.5%，他讲的哦，4.5%很多哦，大概跟大陆差不多了哦，4.5%。好，那4.5%的话，那股市也一直创新高，不是吗？啊，你都是塑造一个就这样子一直牛哄哄的，那是不是应该给军公教加薪呢？因为军公教一加薪可以带动民间来加薪，老百姓现在很辛苦啊，这个通货一直膨胀，所得并没有增加，所以这时候加薪是非常重要的。好了，那加薪你到底要负担多少？加薪总共加起来大概差不多300多亿左右，那中央负担166亿，民间这个地方政府是稍微少一点哦，那就很清楚，就166亿。你现在计较这个，你现在等于说，因为我要付这个什么普发现金，每人1万，所以这个100多亿没有办法付。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民进党政府变成是把未来要花的钱，通通把它算进来，所以让大家觉得说，我普发现金，1人1万有罪恶感。但是我要跟各位强调，左荣泰院长不断的在讲说，我举债普发现金，我告诉各位，这样的讲法是错的。我给他算得很清楚，不需要举债，不需要举债，即便现在讲得好。我现在整个来讲说，按照主机长讲的，我们现在税基剩300亿，340几亿，可是我们台电省了1000亿，所以就1300多亿，加上今年度我们的总统已经核定了，今年度我们大概可以剩的差不多要800、900亿，加起来就2000多亿了。这些钱加起来当然够，怎么不够呢？不需要举债的，你要不要把风灾未来要风灾加进来，总预算的加进来？那现在来讲，就是民进党政府不断的塑造一个概念，说你看这里要花钱，那里要花钱，这里要花钱，那里要花钱。我最后再强调一点的是，普发现金这个案子已经通过了，行政院又才拖，我们原来是5450亿，他现在又把它增加为5900亿修正案，然后再重新送来立法院。我们要审法案哦，法案审完审预算哦。现在来讲，5450亿的法案已经通过了，为什么你预算不送过来？为什么不按照这个来送预算？你要增加，以后再增加没有关系，但是你5450，我们7月底就已经3读通过了，到现在1、2个月，预算案一直没有送进来。我觉得这周荣泰啊，特别在8升之前刻意玩这样的一个 game， 一方面我认为他也是在为823在努力。他823之前不敢说不发了，因为726已经受到教训了，他不敢说不发，又天人交战，天人交战很痛苦，所以呢，就要不要重新，而且呢，你们重新编个预算给你们，这是我民进党的预算啦，不是你们蓝白的这个编的啦，是我给的，不是你们给的，就搞这个东西嘛。来，民进党是想把那个功劳揽回去给自己啦，所以你看他心不甘情不愿的嘛。可他偷偷搭搭的同时，老讲他一直在造谣。我先跟他讲，这个1万块事实上是谁提出来的？就在野党提的，就国民党跟民众党提的啊，对不对？而且最重要的，立法院过的当初在野党这个版本，国民党跟民众党这个版本上面连发给大家1万块，要送到你手上这日期都清清楚楚，10月31号这东西能拖吗？这是第一个，日期都有，不能再拖了，你要赶快编这个特别预算，然后赶快来送，达成这个里面法定里面的10月31号。第二个，这个是立法院通过的3读条文总统公告啊，你赶快依法执行，你哪有说你要提个修正案？我为什么说他拖拖拉拉？如果照民进党，他现在不依法行，他已经违法乱纪啦。他现在又提个修正案，那修正案又要送到立法院来，对不对？立法院又要审完以后要提这个特别条例，而且更过分的，他们在他们的这个修正案怎么写？他说你特别预算过了以后公告1个月，然后1个月后开始发放，然后7个月内完成。哇，你也叫那省？我本甲在野党、国民党跟民众党提的是10月31号，那叫一样那个经过这个6道手续，拖拖拉拉，拖到明年年中，搞不好明年的10月31号都没有过，
我觉得民进党是心不甘情不愿，这个被严重的谴责，大家不要被他骗的。问苏贞昌就知道怎么花，很快就会花完了。哎，你不会叫孙中山回来帮你们上课嘛？啊，对对，孙中山还要教你一个，孙中山很快就可以把钱发出去，叫孙中山帮你们上课。对，他以前发了113年的时候发了一个人6千块钱。好，那另外一个。他们还有很离谱的，人家假级呢，我们要这个钱要还给大家，对不对？这个要还钱还税于民，对不对？民进行政院现在在抢钱啊！我跟他讲，他的作业费竟然10亿。我跟你讲，刚刚讲苏贞昌，对外永改公司，苏贞昌我去查，113年那个6000块大概作业费多少钱？4亿耶！这边怎么一下暴涨到20亿，2.5倍？我们的人口从2300万人一下暴涨到5700多万人吗？人不是都差不多？现在少子化还高龄化，我们现在人比以前还少呢。你钱应该更少，你怎么4亿暴增到10亿？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那个钱一定要砍掉。作业费当时当初我们在审的时候，那个作业费已经在里面了，而且以前4亿你怎么可以这个10亿你在抢钱？这是一个啊，对啊，赵大哥我们在聊了。对啊，民进党如果这么心不甘情不愿，你们那个青鸟不是有10万人呀？而且多少20万？那青鸟就不要领嘛。办活动还是有10万群众，10万群众嘛，10万群众一个人1万回来的就10亿耶。那个民进党侧翼也不要领了，这些钱就回到国库，我们就减少。民进党立委也不要领，就不用举债，公职人都不必领了，都不要领啊，所以不会缺钱的。国库没事。另外那个要讲举债那个，我讲一个比较重要。我们从预算的这个角度去看，民进党现在为什么必须要去举债？因为他的预算膨胀太大了。赵大哥一直在这里卫星，你那时候大概1年中央政府总预算大概1兆，对不对？到了1兆5已经不得了了，过了2兆的时候。有时候2兆上去还要再退下来，甚至有时候都还要零基预算，有时候那个都还负成长民进党最近这几年，有时候1年增加3000亿，今年增加了4000亿，就是因为它膨胀的太快嘛，所以没有举债问题。现在从浪费多少钱，你这个甚至有弊案的那些去清一清，连那个审计部都很多决算报告都说你是浪费，而且有执行不力的，从那边去把钱捡回来，才对得起人民。你减少浪费，减少这个弊案，而且执行不力的清一清，不用举债了。就要再回来。